是摄影师杨博，我的父亲是绵阳晚报的摄影记者杨卫华。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，他第一时间就去了受损最严重的北川，拍下了数千张照片。最出名的一张就是敬礼娃娃。2015年父亲去世，我想再回去北川，找到父亲之前拍摄采访过的人聊一聊，一共采访了11家人。我花了大概1个多月的时间整理他所有的照片。其实觉得很困惑，地震之后，他每个月都会去北川很多次，持续关注北川的重建和北川的一些人。这个习惯坚持到生病前，大概持续了6年，一共拍摄了数万张照片。有第一辆开过废墟的婚车，有震后第一例试管婴儿。为了拍摄北川的新年，他甚至有3个春节都是在北川过的。感觉他去北川去得太频繁了，他似乎陷进去了。我第一个去的是敬礼娃娃郎真的家。父亲是地震第2天，在废墟上听到了他的求救，便换来了武警官兵把他救出来。刚把他放在担架上的时候，他就给武警官兵敬了个礼，父亲就抓住了那个瞬间。之后郎真上幼儿园、上小学的时候，父亲都有一直持续关注和拍摄他。郎真今年上初1了，他对我父亲印象还很深。我刚进他们家门的时候，他就上来抱住了我。那天下午，郎真的爸爸就带着郎真出去打篮球，说我觉得男孩子都出去锻炼，这样子比较积极阳光嘛。现在看起来觉得比小时候就是开朗多了。地震中有个特别出名的男孩，就是夹缝男孩郑海洋。他现在在做一款为残疾人服务的 App。他当时在板房上学，父亲去板房拍摄了那张照片。他跟我父亲就是亦父亦友的感觉。他有一次想回老家，但是他没有车，父亲载着他们一家从学校送回了老家。回家的道路深入凹凸不平，是悬崖峭壁，普通的轿车根本无法行驶。杨叔叔当时就开着越野车送我们一家人回老家。几天后，等我们回城里的时候，他又专门从绵阳开车在山上来接我们。做康复的时候，他也会开车送我，空着的时候也会常常来医院看望我。杨叔叔去世之后，我偶尔也会给他发消息，说说我心里的话。我觉得他一直都在。父亲之前还拍摄过一个无臂考生王虎，地震中失去了双臂，但他还坚持参加了高考。他现在在一家饮料厂里做监控，完全可以独立的在厂里生活。王虎其实很少接受媒体的采访，他说他同意我去是因为我父亲记录了他高考时候的样子，他觉得那些照片把我们联系了起来。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，只跟我妈一起生活，所以其实我跟我爸不是很亲。我们讲电话的话，一般也不会超过1分钟。后来因为学了摄影，所以跟我爸共同话题可能会多一些。跟我父亲一起去拍摄的时候，他会特别照顾我。有的时候如果取景不够高的话，他会把腿伸出来，让我踩在他的腿上拍摄。我其实很少跟他有特别深入的谈话，在把他所有的照片和资料整理之后，我发现他因为别人的痛苦而成名，这件事对他来说特别的难过，所以他在北川这样赎罪式的拍摄，他能看到人们震后恢复到挣钱的生活，这对他来说也许也是一种疗伤吧。从父亲诊断出癌症到他去世，也就1年多的时间，
非常非常的快。我还有很多想对他说的话，还有很多想跟他一起做的事情都来不及了。整理他所有的照片，我有一种跟他重新说上话的感觉。